大家好，我是明君。今天台湾真奇妙要介绍的是彰化南天宫。台湾许多地方都有天堂和地狱的设施，就有恐怖血腥的地狱来警惕世人不要做坏事。而在众多的地狱之中，南天宫是台湾第一间设立的地狱庙宇啊！而且更特别的是，南天宫不只有地狱，还有魔界怪谈啊，简直就像是游乐园的鬼屋啊！有这么特别的庙宇，我当然要来体验看看啦。Hello， 各位，在我后面的是南天宫。南天宫就是台湾众多的地狱庙宇中最有名的一间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魔界怪谈。今天这一次拍摄只有我一个人来，其实我也是有点担心被吓到的，因为我非常容易被巨大的声响吓到。但我想这个时候建议给各位来的朋友，如果你会怕被吓到的话，你在进去之前，你可以先想一下。你这个月的房租啊、卡债啊、学贷啊之类的，我想你可能就可以提起勇气走进去看看了吧。南天宫庙里主祀东岳大帝，东岳大帝是掌管阴间地府最高阶的神明，由此可见，南天宫盖个地狱也是合情合理的啦。地狱10殿的第一和第2殿就在1楼的左右两侧，进入地狱的门票是50元，没带钱的人可是没办法下地狱的哦。听庙方说，最早的地狱是不需要门票的，但后来因为机关的损坏，为了维护才开始收门票。话说这座地狱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，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地狱的入口写着18地狱，18地狱并不是指地狱有18层，而是指地底8火狱和天际10寒狱。入口处的上面有鬼头的装饰，看起来就像是游乐园的鬼屋啊！一进门是奈何桥，透过感应机关，整座桥会突然下降，没做好准备的人是有可能被吓到的。我觉得这个地板下降的机关挺有趣的。每一殿的内容就是犯什么罪就会得到怎样的刑罚，借由痛苦和血腥来警惕世人不要做坏事。但罪与罚的内容可能因为年代久远，所以有些不合时宜。例如这里的抬高物价，居然和谋财害命、冷刀杀人是同等的罪啊！而且都要断其头脚。由此可见，以前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哦。走在这里，还可以听到音响传来阴风阵阵的声音。搭配灯光昏暗的人偶机关，一个人走在这里还真的有些诡异啊。话说2楼的机关都是由1楼的人员操控的，我为了拍摄反复走了好几次，直到机关不动了，才回到1楼询问。管理人员跟我说，没办法为我一个人一直开店，机关一直动也会坏掉啊。所以我看着眼前的地狱10殿，不禁有点感叹啊。所以我后来都跟在其他游客后面走，为此在南天宫待了3小时之久。再来仔细看眼前的机关，是会不断绕着场地走的人偶。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机械装置，而人偶的衣服破损的相当严重，后面绿鬼的手还断掉了，用透明胶带捆绑了起来。蓝鬼的头也有用透明胶带补强的痕迹，这里的每个人偶几乎都有破损的迹象。再来看这2个拿锯子的人偶，我推测他们原本前后的移动范围很大，但现在只能用抖的了。而这个倒栽葱的人偶原本也是会上下移动的，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动了。50年的地狱果然还是会留下些岁月痕迹啊！像这个人偶象征抱着高温铜柱，但是绑在他手脚上的却是晒衣绳啊，这有点让人出戏，想必这也是维修预算的考量吧。地狱10殿结束后，则是孟婆亭，喝下孟婆汤就会忘记生前的记忆。2楼外面还有东岳大帝的雕像。接着前往3楼，3楼侍奉齐天大圣，转角写着魔界怪谈的指标。还没进门就先看到木莲救母的装置，这里出现的角色有唐三藏、七爷、观音佛祖、善财、丧女。这和我理解的木莲救母故事有点不太一样啊！知道详情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。
魔界怪谈的门口写着无胆墨迹，但里面却写着请勿吸烟，看来魔界是禁烟的哦。首先看到长得像青蛙、双眼红色眼珠的西装男，但他一直不动。当我以为是机关坏掉的时候，西装男突然来个回马枪。第二个机关是一名女子被轻轨吊在树上，不知道是什么故事内容。另外说一下，《魔界怪谈》里面是完全漆黑的，我在这里是自己打开摄影灯光才能看到前方的路。这里的机关则是全自动感应，而非人为操作。接着看到红鬼，不清楚他在做什么。总之，《魔界怪谈》就像是鬼屋一样，以吓人为主啊。这里有个胸口破洞的人躺在地上，这个机关也坏掉了。正常来说，后面的人偶应该会弯腰，像是食尸鬼一样的动作。接着来到转角，好在我有开灯才看得到，上面的天花板有壁癌。走过去的时候，这个鬼头会晃动之外，一旁的喇叭还会播放笑声，而且声音超级大声，是大声到整个屋子都有回音的那种音量啊！加上这里的地板有一个冲浪模拟器。如果你在南天宫听到尖叫声，8成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接着看到一口井，会有白衣蓝领的人偶冒出来。右转之后有一个小屋，小屋走出来一名袒胸露乳、背后有翅膀的异国女子。我不清楚这个用意是什么，我想唯一会被她吓到的应该是怕被黄标的 YouTuber 吧。接着我听到有人触动了鬼头的开关，有名女子被吓到的惨叫声听起来也是挺恐怖的。那个太大声了。对。接着是僵尸2人组，小僵尸看起来很像饺子，大僵尸原本会像西装男一样向前移动，但现在已经不会动了。在下一区看起来是荒废了。接着看到像是一户人家，匾额上写着痛失整半，一旁有披麻戴孝的家属及法师。绿光启动后，尸体会突然起身，看来它的核心练得很好哦。而且起身的动作有一个很大的机械撞击声，我推测他的头就是这样被甩断的。是的，这个人偶原本是有头的，把头甩断，我想也应该算是职灾吧。而且看到甩断头的那位游客，心理面积应该很大哦。我想后面的匾额可以改写成痛失首级了。转弯后是一名女子挥动扫把，然后到了南天宫收金坛。我觉得这个装置挺可爱的，因为这个人偶穿着格子衬衫，加上蝴蝶结，非常的复古。接下来的装置是李世民游地府，听到这个音效，让我又想走回去再被收金一次啊！泾河龙王拿着自己的头，戴着身后穿龙袍的李世民，而他的帽子经历了50年的摇晃，已经快把眼睛盖住了啊！离开魔界怪谈后，走到另一区的长廊，这一排是有故事的机关设施。第一个是大圣爷出巡，大圣爷就是孙悟空，机身站在神教上，手中挥舞着剑。神教不只会前后移动，还会轻微摇晃，就像是有人在抬轿一样。我觉得这个设施非常的有趣。接着是上帝宫出巡，左边有武师，右边有2个人偶拿着手教，我猜右边的人偶原本可能也会动吧。接着是马俊娶亲，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早期版本的故事，祝英台被许配给了马俊，梁山伯因此郁郁而终。祝英台在出嫁的路上经过了梁山伯的坟墓，在祝英台拜墓之后，坟墓裂开，他就进到了坟墓里，梁祝2人因此变成了一对蝴蝶飞走。接下来是八戒忘形，八戒旁边有裸女，右边那位还不断的上下摇，
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八戒是翻白眼的状态啊。下一个场景是盘丝洞，唐三藏在洞里被蜘蛛精困住，孙悟空在外面急着想救唐三藏。最后总结一下彰化南天宫这个地狱设施已经有50年之久，妙方说目前只有维修，没有打算再新增设施。我觉得无论是地狱石殿或者是其他神话传说，透过电动机关的表现，都是一种神话故事结合艺术与机械的呈现。台湾最早的这个技艺源自于艺阁，早期的老师傅要精通剪纸、纸糊、花灯、机械等等的技巧，再结合对神话故事及古文诗词的认知，创造一个电动机械的装置舞台。这是个集所有技艺于一身的艺术啊！而现今只剩下北港还保留了最大规模的艺阁，以及彰化南天宫及麻豆代天府2座大规模的电动设施。总之，大家有空可以来彰化南天宫逛逛，来体验看看这个50年的地狱以及50年前的机械工艺啊！老实说，要保存50年，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！影片的最后，就让我来玩玩看这个零千艇吧。这超级难拿，它装在吸管里面，我被是用吹的。随身携带的6角扳手，哇哦！日出便见风云散，光明清净照世间。一向前途通大道，万事清吉保平安。